谁让你爬我床的？说出来，我留你全尸。秦望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懒？谁让你把脸整成这样的？你是自己毁容还是我动手？你发什么神经？我是石冉啊！我老婆已经死了10年，敢模仿她，成全你。重生到10年后，10年，难怪他变老了。按照原著剧情，接下来他的司机被对头赵生用家人威胁，剪断了刹车线。什么？赵生甚至还逼迫一个欠债人做出过激行为来恐吓司机。就是今天，秦望车祸断腿，女主趁机上位，我的孩子们也跟着彻底长歪。我绝不能让这狗血剧情发生。秦先生，车备好了，随时能出发。你不许走！绝不要秦望车祸断腿，更不要他当湿漉漉的舔狗，他不能死。除了我的妻子，没有人可以命我。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这男人相信我就是石冉？查他和赵生的关系，另外调取监控，查这间房除了我，还有谁进过？秦先生，我错了，是赵生昨天绑了我小女儿，逼我剪断了刹车线啊！刚刚闯入这里的也是赵生安排来恐吓我的，求求您饶命！秦先生，查清楚了，监控显示，在您进去之前，没有任何人进过那间房，他是凭空出现的。真的是冉冉。冉冉，秦望这个大王八蛋，居然不信我就是石冉，早知道婚礼上就不送他链子了。现在这么不听话，还敢去喜欢石令令，男人，等我洗完澡出去就跟他离婚。真的是你，冉冉。10年前你不要我，但这辈子你哪也别想逃。10年前我消失了，留下4个被挑拨离间、恨透亲爹的崽。如今我回来了。秦先生吗？秦初墨又逃课，正和小混混纠缠在一起。糟了，我记得大宝这次会被打伤，差点没命。我的儿，妈妈来了！查秦初墨在哪儿？江星暖父亲欠我5000万，秦大少爷既然爱出风头，不如替他把这笔钱还了。要钱找他爹，少纠缠他。秦少爷真威风，可惜你亲妈跟外人私奔死了，你手扶亲爹也不管。闭嘴！敢打他，你活腻了！别怕，小莫，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妈，妈妈在。太感动了，10年不见，第一个认出我的人居然是我儿。是我妈妈你就敢硬？哪来的神经病？给我包围他们，把秦初墨的腿打断，送到秦氏集团，这就是打我的代价。看你们谁敢！跑起来，别停！把他们抓起来！敢打断我的好事，你活腻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以前都不管我，假惺惺。小莫，也许他比想象中更在乎你呢。你，小莫，也许他比想象中更在乎你吗？刚才为什么要救我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喜欢出没，但你这把年纪就别老牛吃嫩草了，免得受伤害。你小嘴是抹了开塞露吗？嘴巴一张就喷。出没，你怎么能由着他这么粗俗骂我？小妹妹，你左一个老牛吃嫩草羞辱我都没哭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就是好奇，你被父母卖给高代代，高代代怎么精准联系上小莫的？不会是你给的电话吧？出没，别信他，我怎么可能会把联系方式给高代代？我知你不是那种人。这位女士，谢谢你刚才出手帮忙，也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非常抱歉。你不喜欢我，那你喜欢谁？你眼睛确定没有问题吧？老婆，你没受伤吧？你叫我什么？老婆，秦望终于认出我了。秦望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妈？找替身就算了，居然还逼她整容成我妈的样子，你怎么能玷污我妈？你是个疯子！你让她把这张脸给我毁了！死了10年，好不容易回到老公身边，亲生儿子却把我当成了绿茶替身。给他道歉，
你说话这么大声，会吓到他。想让我道歉，除非我死。你找替身羞辱我妈，我妈绝不会原谅你。初墨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秦叔叔，您怎么也在？看见秦望很失望吧？出没让你报警告高代代，你却故意设局让他掏钱。出没在学校被造谣成混混，全是你干的。够了！给星暖泼脏水就算了，现在还敢侮辱我兄弟！这个替身，别想骑到我头上！我似乎还没说话吧？你的眼神已经说了。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。孩子不懂事前教育，揍一顿就好了。你敢？秦望，你敢打我儿子试试？我第一个收拾你！我不打你，你能不能也心疼我？你少来这套！说，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昨晚我看见你腰上的伤疤，我太熟悉你的身体了。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要我了，这10年我生不如死。冉冉，我给你建一座迷宫，打造一个笼子，以后没有人能找到你，好不好？闭嘴，收起你的疯批想法。我不会再消失了，先解决孩子们的事。妈，阿旺，回家吃顿饭吧，我特意煲了点汤。我操，恶婆婆！等等，石朗朗回国了，今晚要在鸡汤里下料，就是这么劲爆，还要让管家拍婆婆的大尺度照片，逼死她！亲爱的，我们快回去吧。伯母，你尝尝，这次要不是您帮忙，小四他们也转不到那么好的学校。你这孩子太客气了。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熬的汤肯定合我胃口。喝了这碗加料的鸡汤，今晚你就会身败名裂。谁？刚才谁在说话？伯母，您怎么了？这里只有我们啊。到死你都不知道，害你的人就是你眼前这朵善良的小白花，石恋恋。诗然，姐姐，亲爱的，他们怎么像见了鬼一样啊？抱歉，小妹妹，你和我姐姐长得一模一样，我没想到秦望哥会带你来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是替身，没关系啦。秦望说了我不是替身，但你和你姐姐肯定不是亲的，毕竟你长得这么寡淡。我没叫你阿姨，都是我有素养。秦望，我说这些话，这个姐姐不会生气吧？她万一打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好怕。别怕我在，没人敢伤害你。用魔法打败魔法，用绿茶打败绿茶，而且记住，你永远输我一头。伯母，是不是我今天不应该来这里？你怎么不应该来？秦望，你怎么能找这么像石冉的替身？你忘了10年前石冉是和别人私奔被车撞死的吗？私奔？谁告诉你们我私奔死的？我真是服了，我那是做慈善发生车祸被撞死的。我全方位被秦望监控，大街上多看男的一眼，他都要3天不吃饭。唉，我拿头私奔啊，全托了石洛洛造谣的福。你不知道这些事吗？知不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你打算上位？伯母，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，那我还是先走吧。洛洛，这是什么话？当年要不是你喊人救了我，我早就溺水死掉了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可别乱说了，当年林女士落水的时候，石洛洛不在现场呀。当时林女士能平安脱险，是路过的好心人帮忙的，她就是趁你昏迷去医院捡了个漏，一点情分都不留。小小年纪就能面不改色撒这么大谎，真不要脸。伯母，当年的事都过去了，您没事就好。您快趁热喝鸡汤吧。大郎该喝药啦，这药一定要趁烫喝，喝了这碗鸡汤就是走向倒霉的开始。伯母，您还在怪我这2年来的不多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太渴。
洛洛，你先回去，伯母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汪哥，老婆，我眼睛怎么痒痒的？我看看到底是你眼睛痒，还是某个地方痒。够了，秦望，我有话单独和你说。没时间。你怎么没时间？除了陪我说话没时间，你其他时间就有吧？别以为我不清楚，凌女士就是想撮合秦望和石洛洛，后来石洛洛和叶思提联手吞并秦家和石家，叶家才支持他们结婚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太荒唐了！你会真的相信他的心声，真以为他是……我信他。至于母亲信不信，调查这碗鸡汤不就可以了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该怎么收拾石林洛，你心里也有数。这管家怎么面部泛热，喘着粗气？这状态看着就不对啊！冉冉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看见你家管家了，而且他那副状态不太对。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怪不得石林洛他走得那么痛快，感情还有这种恶毒的逼计划，直接毁了凌女士。老夫人有急事儿，老爷子那边可能出事儿了，我得进去和您说。夫人，有人出1000万买你的身败名裂，乖乖让我拍几张照。滚！别碰我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可怜的凌女士，你以为躲过石玲玲的毒凯汤就安全了？这可是石玲玲的 B 计划，足足花了1000万呢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喊你妈啊，怎么了？带下去，查清楚是谁指使的。秦望，你轻点踩啊！再来一下，这货的就尬了。到时候死无对证，石榴榴他抵死不认怎么办？阿万，别弄死他，给我留活口。我倒要看看是谁给这货的胆子。冉冉，我受伤了？那我得赶紧再看一眼，要是迟了，这伤口都能自动愈合了。这不到2厘米的伤口，你不说我都发现不了。旺狗，你的算盘珠子快蹦我脸上了！铺垫那么多，不如直接说下。真的不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，这里是老宅。秦先生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老夫人已经在楼下等您。老夫人，这碗鸡汤里确实被下了东西，半个小时就会丧失所有理智，属于是猛药高级货。瞅着凌女士这样子，现在知道石林洛亲手熬的鸡汤被加了猛药，估计后怕的要死。你妈，秦先生，管家交代幕后主使是石林洛，就在2小时前，他给管家转了1000万，卖您的命。为什么？我待她如亲生女儿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还能为什么？石郎朗拿的可是踩着亲人尸体上位的黑莲花剧本，不吞并石家和秦家，他怎么带着私生子改嫁上位？还有呢，不过凌女士不用太伤心，比起秦望和其他人最后死无全尸，你死的已经算很有尊严了。其他人不说也罢。是啊，你叫我什么？怪不得你刚才在楼上会喊我妈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感情搞半天是我自己报匪了。母亲，比起盘问冉冉，不如先解决石林洛。我会把管家送到叶家，至于石洛洛，以后有多远滚多远，不许任何人再跟他合作。林女士还挺要面子。杀疯了！全面封杀这招可比杀了石灵烈还让他难受。诗然，你的假死手段我不深究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和阿旺好好过日子。这10年他等你等得很辛苦。都过去了，冉冉，我们走。把管家送到局里，并把消息透给石烈洛，就当给石烈洛的礼物。
另外，圈内全面封杀石烈落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是。你以为当年是石连连救的你？那个时候他才10岁，早就吓懵了。等一下，去给我把当年落水时的监控翻出来，我要看看石连连当时到底在哪里。冉冉，妈想撮合我和石林郎，你为什么不吃醋？真正的爱人是抢不走的。你要是让我没有安全感，我马上就换掉你。你想亲死我啊！我去，快放开！你再敢说不要我，我们就一起死在只有我们2个清楚的地方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离开你。你开慢点。虽然这里偏僻，但马上就要遇到石洛洛的亲生父母叶盼帝和赵全这2个老可爱来碰瓷了。哦，不对，大瓜，石莲洛根本不是赵全的女儿，是叶盼帝和司机偷偷生的，这也是他当年换掉我和石莲洛的真正原因。天降2大海蛤蟆，家人们谁懂啊？哎呀，什么鬼？石然怎么又活了？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我知道了，这肯定是秦望找的替身，绝对是故意整成石冉这样的。秦先生，你现在找了这么像石冉的替身，难道你真的忘记死冉了？我可怜的女儿啊！怎么死的又那么惨啊？谁是你们可怜的女儿？石林洛吗？难道石林洛已经死了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到了。现在秦望是我的男人，不管是石冉还是石琳琳，他都只能爱我。我说的对吧？对，我只爱你。啊！我的身体好痛！我们是冉冉的养父母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秦望，开车撵过去。好，就让他们知道碰瓷的代价。你这个女人疯了吗？秦先生，只要你给我们1000万，我就把石冉18岁以前写的日记本给你。上面写满了不少石冉的少女心血，1000万，你买不买？不买，我们只能一把火烧掉了。冉冉的少女心事，正经人谁写日记啊？真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是石林路让他们伪造的，上面全是我怎么勾引同学和有钱老头的黄谣。那你们一把火烧掉吧，这件事我说了算。女婿，你真的不想要？没什么可要的。没听见我爱人刚才说什么？真以为我不清楚？你们借了几百万的高利贷，想拿这1000万救命呢？我们开车回家吧，日记本可没什么好看的，回去我穿好看的衣服给你看。谁啊？有屁就放！夫人，大少爷刚才报名了昆安赛车，您快让先生。我去，原剧情里大宝就在这场比赛出车祸，大半面积粉碎性骨折，来不及找秦婉了，我得去救儿子。说，你和他说什么了？秦爷，大少爷去了昆安赛车，夫人追过去了，现在已经无法强行终止比赛了。废！马上派飞机给我全程盯着秦出没，再少一根头发丝，你们全部都给我滚！秦出没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想讨好出没，成为秦夫人，但是出没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你非要当后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墨宝参加赛车就是为了给你拿3000万的冠军奖金，可这
这辆车的刹车片早就被破坏了，一会儿下雨起雾，墨宝会直接撞山崖，粉碎性骨折。出没，可以上车开到赛道了。刹车片半小时前就被李明换了，他们拿了石玲玲的好处，就是要你出事，方便石洛洛去医院接近你上位啊！别叫我墨宝，不是我妈，只有我妈才可以叫我墨宝。姐姐，你能不能别捣乱了？秦先生早不管他死活了。你贪图荣华富贵，我们出没可得拼命。再敢刺激出没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单向车道返不回来，就算我喊破喉咙，他那头倔驴也绝对不会停的。你们最好祈祷秦出没没事，否则我要你们两个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说到做到。换了没有？当然，保证让他出事。别忘了石洛洛给的好处，还得有我的一份。等他粉身碎骨，我们就去酒店。好啊！谁啊？是那个替身，他开车冲进去了。我的惨，谁也别想破。擦，赛车失控了！墨宝这个时候还不降速，那就说明他已经降不了。别怕，大宝，妈妈在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秦出没，降窗！你发什么疯？完了，那个女人的心声全是真的。刹车线被换了，没办法停车。以前我没有办法阻止，现在妈妈回来了，谁都不能带走你们。大宝，好好活，妈妈爱你。妈，我也爱你，很爱很爱。冉冉，你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到医院。冉冉，他没事。秦出没，你为什么不相信石冉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上赛道，你妈妈是不会出意外的。爸，你是不是也听见他？你是我儿子，我是她老公，你能听见，凭什么我不行？手下我留给你，去解决你自己的麻烦，少来缠着你妈。出没，你都不知道，看见你掉进水里，我有多么害怕。出没，那个疯婆子替身真是疯了，居然开车撞你下海，难道他还想再给你父亲生？大宝，好好活，妈妈爱你。以后谁敢再骂他一个字，我就要谁死！出没，你这是甚意思？出没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就是关心你。关心我？你们难道没看见我差点撞到大石头上吗？你们真不知道我的刹车为什么失灵吗？出没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。所以这些事
你最好没有插手。大少爷，查清楚了，是江心暖主动找上高代代人物，并把您的电话交给了他们。让高代代去找真正要找的人。初墨，你现在冷静没有？你要是冷静下来，能给我回个电话吗？有空告诉你，在家里等着我。李明，你换我刹车线这件事，视频我已经拷贝了，需要我发给查查吗？初墨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，我就会提交全部证据，依法追究你所有的违规行为，说到做到。初墨，我不知道李明这样对你，我要是知道，我一定会阻止的。阻止？到底是任务绑架了你，还是你主动找上门，把我的电话给他？真以为我不知道？以后你别让我看见。江心暖，任务带着帮手找上门了，非要我们3天内还钱，不然对我们不客气。不是说已经搞定秦出没了吗？江心暖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要是不管我，就告诉秦出没，是你和石浪浪指使的。滚开！这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江心暖，任务带着打手找上门了，非要我们3天内还钱，赶紧去给秦出没生个孩子。爸妈，想拿捏秦出没那个舔狗，不用这么麻烦，只要明天按我说的做，以后他只能被我拿捏，彻底锁死。墨宝，秦王，墨宝没事吧？你觉得你有潜水证就可以完不在乎自己的生死？是啊，你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你要是再出事，我怎么办？我儿子有危险，我当然得去救。你只在乎你的孩子，你清醒第一件事也是惦记他。是啊，是不是你只要孩子不要我？秦王，你和孩子们一样重要，我不可能不要你。况且你这么多年也在保护着墨宝，这次也该轮到我保护了。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，我可清楚看见秦望这么多年一直安排保镖跟着墨宝，甚至还把墨宝的手机也隐藏起来，不然以江心暖父母的性子，早就让高代代找上大宝了。痛！妈，除了你，没有人会那样救我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怀疑你的。行了，你妈身体还不舒服呢，差不多得了。妈，爸爸又欺负我。你消失那年，他就对我不管不问，让我在乡下长大。顾磊拿了秦望3000万，却和老乡新婚进鬼混。为了让墨宝依赖他们，顾磊故意虐待墨宝。秦望那时候找我找疯了，发现后立刻把墨宝接回来，可墨宝早就被洗脑，彻底疏远了亲爹。去叫医生给你妈检查。夫人没事，不用卧床，但最好还是绝对卧床。妈妈，那你明天早上还能陪我参加家长会吗？当然，妈妈一定到。按照小说情节，明天家长会上会有一群高利贷大闹，所有人都会讽刺我的墨宝被豪门驱赶，名声尽毁。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我陪你去。但你还没回答我，我和儿子到底谁更体贴？你最体贴了。这么一对比，还是我的墨宝乖。旺狗这货非要争个高下。回答错误，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觉得墨宝乖。你不是说除了床上你都听我的吗？看在你受伤的份上放过你，下次再选孩子，我会让你明白代价。你马子江心暖欠的钱什么时候还？他的钱我1分都不会再管。别在这里了，跟我走，绝不能让妈妈遇到这群人。秦出没去哪里了？他被高利贷带去废弃胡同了。小姐姐，你千万别去。糟了，肯定是因为墨宝针对江心暖，让剧情发生改变了。墨宝有危险。老公速来，咱儿子要被高利贷欺负了。怎么，怕我们伤害江心暖，特意把我们引到这儿？
你可真是个痴情种。我和江星暖从来没好过，以后别再纠缠我。少废话！今天拿不出钱，你休想四肢健全的走出这里。是吗？我倒想看看你们怎么对她不客气。妈，大少爷，这么年轻的美女，你喊她妈妈？你给我死吧！你去死吧！墨宝，小心点。真是小笨蛋，居然担心我受伤。难道墨宝忘记你妈我是专业拳击手和散打家了吗？今天你们两个谁也走不出这里。谁告诉你这里只有我和秦出没的？就是你，打算欺负我儿子？我只是开个玩笑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和秦望的孩子。秦望只是天生冷淡，其实一直派人暗中保护你们。可惜墨宝敏锐性太强，居然把亲爹的保镖当成高利贷，全给甩开了。原来父亲也是喜欢我们的。说，是谁让你们今天过来的？还能是谁？肯定是江星暖。他吃准大宝宁愿挨打也不会求救，想等大宝被打个半死，再像救世主一样出现，逼大宝重新爱上他，替他还钱。可惜他算漏了大宝反击太狠。不许你们对秦出没下手！我已经把老师和保安们都喊过来了。出没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可能会让高代代找你麻烦？那是谁欠高代代钱的？江星暖怎么有脸说这些？要不是我和秦晚来得及时，墨宝非要血溅当场了。就算墨宝能躲过这次，他也会在背后肆意贬低墨宝，一点情分都不留。是我父母欠下的，但出没为我出头，说要替我的家人还，他说了不算。明明是你父母欠下债，非要让秦出没一个刚成年的孩子背锅，这不是坑小孩是什么？事情就是这样，秦出没是不可能担保，所以该还钱的人到底是谁？是江星暖父母欠的，江星暖也参与了。秦先生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说呢？还需要高赖代先生再为大家重复一次吗？出没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这臭小子要是再敢心软当舔狗，看我不一棒子敲醒他！江星暖，我说过不会再帮你们还钱了。这些年，我给你们拿的钱已经不少了。江心暖，有时间在这质问，不如多想想怎么让你父母筹钱。接下来，谁再敢找我儿子要这笔冤枉钱，秦氏集团的法务随时公购。出没，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谈。你好，请问谁是秦出没的班主任？秦老师人那么好，最后竟被江星暖他们弄得丢了工作，还被渣男小三赶出家门，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。你好，出没同学的新妈妈。什么新妈妈？我的亲妈好吗？算了，10年前的脸解释不清。金老师，出没身上的高代代黑锅终于摘了，希望您一会儿在家长会上向全班澄清，这些人孩子爸能解决好的，对吧？一定，冉冉你放心。秦先生，求求您放过我们吧，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是秦少爷啊。晚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去忏悔。秦大少爷，秦先生知道你带个年轻女孩来开家长会，就不怕你死掉的亲妈复活？毕竟她可是跟野男人私奔才出事的。他妈找死！谁敢对我儿子动手？既然父母不会教导孩子说人话，我不介意带草。要不再吃一根粉饼？我儿子说错了吗？谁不知道秦先生的妻子就是和野男人私？我听说霍先生最近带回2个儿子，其中一个比霍培还大。霍夫人一下子多出2个好大哀，我还没恭贺你呢。霍培这智商纯纯随了娘，给男主儿子叶满城当走狗，最后还不是被叶满城出卖，导致霍家全落入叶满城手里。小可爱，谁告诉你这些的？你以为我不敢撕了你？我倒要看看霍夫人接下来打算对我夫人怎么动手。秦先生，您什么时候有爱人了？我做事还需要和你报备。在正式开会前，今天还有一位转学生转到我们班。金老师，抱歉，路上堵车，我和我儿子叶满城来晚了。果然按原剧情走了，叶满城这极品男绿茶转学过来，和大宝一个班，以后可没少跟霍培狼狈为奸，算计大宝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这里是家长会，你一个见不得光的……她是我妈，我妈不参加我的家长会，难道你来？你连我妈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出没，你疯了吗？就因为这个替身长得像你死掉的妈，你就连魂都丢了，管她叫妈？秦望，既然这位家长把话说到这份上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是替身吗？
冉冉，你不是任何人的替身，你只是我的爱人，仅此而已。听明白了吗？我从来不是谁的替身，倒是有些人费尽心思攀附，连当替身的资格都没有。抱歉，这位女士，我母亲和秦同学的生母毕竟是姐妹，关心则乱，说话难免冲动冒昧，还请不要介意。那你说话也挺冲动的。初墨早就告诉我了，他妈妈只有哥哥，没有姐妹。大家好，我叫叶满城，从 F 国转学回来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欢迎回国，叶大少坐我身边。妈，你放心，这状元我考定了。叶家一直把他当继承人培养，就等他这次拿考试状元认祖归宗呢。唉，可怜我的墨宝，连考试都没参加，明明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天才黑客。老师，我刚回国，怕跟不上，可以坐在班长身边吗？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班长，反正我不和叶满山同住。秦初墨，你和江心暖分手了？霍培，你哪只眼睛见过我和江心暖好过？我和秦初墨就是好朋友，不是你们想象中那样的。是你一直默认绯闻，你觉得别人误会是墨宝的荣幸，不然他永远得不到你。这不是又当又弟是什么？又当又立，真恶心！我以前怎么会瞎了眼，觉得他可怜？霍培同学，少说两句。石安女士，我能和您谈一谈秦初墨同学的事吗？当然，初墨，你先留在这里上课。我看秦初墨你也是疯了，居然认一个替身当妈。石然女士，初墨是个有爱心的好孩子，只是关于他和江心暖同学那边，您放心，学生以学业为主，我不会让他们过多交往。江心暖人品有问题，墨宝要是不听话，我就一天打他3顿。若他再和手段不干不净的人交往，家法伺候。金老师不好了，秦初墨跟霍培打起来了。糟了，霍培打不过肯定会偷袭。以后再敢对我妈不尊敬，小爷见你一次打一次！你去死吧！啊！我的手腕！我的宝，你没受伤吧？连偷袭都察觉不到。秦初墨，你该好好锻炼了。你又不是他妈妈，你不过是一个假的。你骂谁是假的？我是不是假的，轮不到你操心。你偷袭秦初墨这笔账怎么算？别叫我爸，我应该叫你爸！你是怎么敢招惹秦家大少爷的？立刻给我道歉！我不道歉，有本事你就弄死我！秦先生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把孩子惯坏了。霍唐年，别让我儿子再看见你儿子，否则霍氏集团准备破产。妈，你看，手被擦伤了。我倒是不怕留疤，但我怕妈妈心疼。今天下午休息，现在就给我去处理伤口。霍培这个没用的废物，看来得换条更听话的狗来咬死秦初墨了。满城哥，有事吗？要是没事，有空和我去吃饭吗？妈妈，你尝尝这个小兔子苹果，我特意雕的。够了，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可以回去了。妈妈，爸爸赶我走，难道你也嫌弃我，想让我回出租屋？我8岁就离开你了。我没有，墨宝，你出租屋环境不好，明天我重新给你买套学校附近的房子。墨宝当时为了给江心暖一家花钱，把秦望给的钱花的差不多了。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，等我以后有能力赚钱了，一定会把这笔钱悉数赚回来。要不我135去找你住？
真的。既然今晚不走，现在就给我滚去补课。你心疼他8岁离开你，那我28岁离开你10年，你怎么不心疼我？是啊，姐姐。汪狗，我也没说不心疼你啊，最起码24、6日我还陪着你，这不是还多一天？所以，我还得感谢你体贴。秦佑可，你现在打电话最好有事。爸，我没钱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啊？幼宝回国了，渣男居然为了给女神买礼物，让幼宝当冤大头买单，还要把喝醉的幼宝一个人丢在酒吧。秦佑可，你明知道今晚是曼曼的接风宴，不想出钱就直说，存心让我难堪是吧？我没有，我爸爸会马上让人送钱过来的。哎呀，妍一哥哥，我喝多了头晕，佑可还没结账吗？早知道就不点那么多了。怎么能让你出钱？既然你困了，我先开车送你回去。秦佑可，你在这儿等算了账再走。那我怎么回去？你这么大个人还需要我操心？你长得这么一般，你妈个腿的！秦佑可长成这样叫一般？严毅这人睁眼说瞎话。还有那车明明是秦望买给幼宝的，他却拿来装阔。严毅哥哥别这样，我自己回去也行，别怪佑可。大半夜你出事怎么办？秦佑可，你自己打车滚回去。我去，严毅，你竟敢对他动手！佑宝别哭，妈咪给你出头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才不是我妈咪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你。秦佑可，你脑残啊！她可不是什么外人，她就是我们的妈妈。这种事实实在太惊悚了，换成是我也未必会相信的。幼宝不相信也是对的。秦大小姐，我惹不起。曼曼，我们快走。谁让你们2个走了？接风宴免费吃喝不付钱，有这样的事？秦佑可，不是说好你出钱吗？爸，没钱。爸，我手里真的没钱了，大不了我先预支下个月的。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结账被辞退，要么吃霸王餐被送进局子。说你的选择是哪个？秦先生，我错了。这个时候喊秦先生已经晚了。你若是不选，我这个酒吧老板可以替你选。妈妈，这里是你的酒吧？怎么，小乔妈妈的产业？不是我吹，365行，行行都有我的产业。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的宝贝女儿竟然差点在我的地盘上出事。如果你真是这里的老板，那你现在嘎结秦秀可都来不及。安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里有人闹事。老大，阔别10年，晚上好。老大，晚上好。啊，妈妈真的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我秦出没的母亲大人。这个小家伙摆阔请女神吃霸王餐，已经做出选择，你们报警处理吧。是，老大，去把他带下去。我们等执法人员到场核实情况。柚子，佑可，你不管我了吗？你快救救我！你不能这样。是他自己不做选择的幼宝，你爸爸给过他出路，是他自找的。秦望这个选择非常正确，严毅的妈妈必须要开除，
这货一开始是林女士身边的佣人，后来被调到幼宝身边。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些事？难道是爸爸告诉他？如果夏清河是个好的，我不说什么，偏偏是这个王八蛋佛口蛇心，撺掇着其他家人对幼不好，甚至还灌输只有他和妍艺可以照顾幼宝，一天洗脑不怕，可是怕的是10几年的洗脑，到最后幼宝的死就是夏清河一手促成的。幼宝也会出事离世，原来不止我一个人会遭遇不幸，幼宝也难逃这样的结局。爸，没听见夫人说的话吗？动手！妍艺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不就是让你妈妈辞职？妍艺当然不情愿了，如果辞职的话，就代表他们母子2个不能住豪宅，拿高工资了。妍艺，要不是你再三求我来这里，我根本不需要你给我接枫叶。我会让我母亲离职的。不是离职，是辞退。但是辞退以前，你现在就出钱。你要干什么去？你管我，你先放开！叶漫漫跑了，打算接走幼宝的小混混也打算跑了。然而只收拾妍艺还不够，这群小混混和叶漫漫我也得收拾。哼，别以为我不清楚这些小混混就是叶漫漫找的，叶漫漫就是故意让这些小混混欺负幼宝。秦望，我要去趟厕所。你不会相信，对不对？信不信，不如你亲自看。你说呢？难道还有什么事没有处理好？不行，我10年都没见过老大了，必须好好表现一下自己。叶漫漫，你不是说秦先生他们不会来吗？为什么秦先生会亲自过来？这件事我怎么知道？另外，别联系我了。你们虽然没有捡走秦有可，但是钱我也给你们了。就差一步。不过秦先生带过来的女伴长得真美，那要是……你是说我吗？别说话，你只需要回答我，叶漫漫给了你们多少钱？我为什么要告诉？现在能说了吧10万，叶漫让我们拍下视频和照片，第2天再放了他。10万，好的很。我在看这段剧情的时候，因为大聪明作者没写多少钱，但是我也知道钱不会多，可就是那区区少得可怜的10万，让我的幼宝生不如死。知道我找你是什么意思吧？我知道，我想活，我的手下就在外面，而且这里难打车，叶漫漫肯定还在这里。秦先生，幼宝，别怕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妈妈，亲生的。这不可能，我的妈咪已经死了。不会的，我又不是3岁儿童，人怎么可能会起死回生？如果你真是我妈妈，那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出现？不，你不是我妈妈。没事的，冉冉，柚子年龄还小，把你妹妹扛回去。妈，秦佑可脑子不好使，你别介意他说的话，我会把柚子带回家。万一妍艺算了账又碰见秦佑可，又是一顿洗脑怎么办？到时候再出点事儿，不就麻烦了？我现在就行动，赶紧滚！秦先生，你们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老大，我是不是进来的不是时候？去跟着那几个人，等他们收拾完叶漫漫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不用我提醒你吧？是。冉冉，你不要自责，你也不是故意想离开10年的。秦望，这10年，你有没有怪我离开你？哪怕只有一点。冉冉，10年对于我只是睁眼闭眼的时间，但是对你们却是实打实的10年。你是个大人，可孩子们呢？是啊，
这10年不只是孩子们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你问我有没有怪过你离开？怪过，我只怪你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死。你知道这10年我冉冉，几个孩子加起来都没有我喜欢你。我只是觉得对不起你们，一下子错过你们10年。冉冉，只要你能活着，别说等10年，就是等20年都行。是啊，秦望说的对，最起码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。与其伤心离开的那10年，不如解决掉找麻烦的人。没错，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。那个严毅，我很不喜欢。我知道，严毅和他母亲都会离开柚子的别墅，这件事交给我解决就行。你放心吧，适当依赖你的时候，我肯定依赖你。唉，当女人难，当有资本的女人更难。没办法，谁让这是自家老头子，宠着吧。冉冉宠着就对了，要是宠着别人，要不是严毅送叶曼曼回家，我也不会。可是严毅又不清楚这件事，而且严毅对我也没那么坏吧？谁让你抢我手机的？还给我！秦初墨，你疯了吧？我早就满18岁了，有交朋友的自由，谁让你擅出来黑我朋友的？秦佑可，你怎么这么单纯？严毅和叶漫漫一看就不是什么人。这是我的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和我什么关系？秦佑可要是出点事，妈妈一定会疯的。秦初墨，你放我下来！而且秦佑可这个笨蛋，不管怎么样也是我的妹妹，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妹妹跳进火坑里吧？秦初墨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带你回家。你接下来哪儿都不用去。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通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把幼宝带回家了。墨宝真棒。你非要让秦初墨把我带回来干什么？别以为你和我妈妈长得像就是我妈妈。秦佑可，你是疯了吗？秦佑可，快向你妈妈道歉！我才不喊她妈妈，我的妈妈只有石冉，我这辈子只当石冉的女儿。你们欺负我，要是我妈妈在，你们才不敢这样的。妈妈，你不要介意。老婆，你不要介意柚子说的话，她年龄小，不懂事。妈咪，我不是故意抢走幼宝的手机，我是怕他脑残，我怕他想不开联系严毅这个渣男。没事，你做的是对的，让幼宝冷静下来，我再和他谈。以严毅和夏千禾的性格，肯定会联系幼宝。至于怎么跟幼宝相认，还是得从长攻略。你看墨宝都相信你了，幼宝那么乖，更会相信的。给幼宝点时间。妈妈，爸爸欺负人，你可是我的妈妈呀，我当然得相信你了。真让我说对了，这个夏清河果然联系幼宝了，不给幼宝手机就是对的。妈咪，要不要接电话？我来说也行，我有的是力气。不用，我来接就行。你们两个谁都别说话。这可是夏清河主动送上门的。秦佑可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别忘了这些年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。你现在就任由你父亲把我们赶出去？你不是说过会给我养老，还说以后要嫁给严毅吗？难道这些都是骗我的？恭喜你猜对了，秦佑可的确就是骗你的。你是谁？秦佑可呢？难道你儿子没告诉你，秦家真正的女主人回来了吗？你把电话给秦佑可！你不过就是秦家一个佣人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虽然我非常不喜欢仗势欺人，但是面对夏清河这种人，仗势欺人无疑是最好的手段。可是我抚养秦可，你抚养？
我为什么要退还？反正你是我妹妹的养母，你是秦初墨，我的名字也是你能喊的。照顾秦佑可时间长了，分不清主次了是吧？还想让佑可嫁给严毅，你也不看看他哪点能配得上我妹妹？以后你和严毅最好离我妹妹远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没想到我儿的口才这么好，看来知道佑宝被坑，墨宝比想象中还要生气。秦初，秦大少，你太过分了！这就过分了？那你说谢谢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找专业的律师算清楚这些年秦家给你的一切好处，我要你151时还回来。你要是不给，那我得报警抓你了。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。秦家只给你工资，但是我发现秦玉可家里的东西少了很多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少是你自己私吞的。你不用否认，秦玉可别墅的监控系统是直接连接秦家老宅的。法院见。老婆，你好帅。这些都是夏清河应得的。对于夏清河这种人，让他出钱比要他的命还难受。只不过，墨宝，你刚才维护幼宝的样子真带感，我很开心。应该的。秦初墨，你明天不上学吗？还不快点去睡觉。明天不用上学，妈妈说了，明天要去买房。哦，不对，准确来说是今天。没错，是今天。乖宝去睡觉吧，时间不早了，都快凌晨1点了。冉冉，你刚才只夸墨宝，你明明不许我们说话的。墨宝不听话，但是我听了。所以你也想让我夸你？不可以吗，冉冉？当然可以了，宝贝。冉冉，你是因为幼宝的事情不开心？一想到幼宝和夏清河这样的人生活了10年，我确实开心不起来。其实不怪幼宝不敢承认我就是他妈妈，他这10年的苦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别人家被惩罚都是锁阁楼，但是幼宝却自己锁在狭小的阁楼里，那样才有安全感。我错过了，错过太多太多，孩子最需要的时候。冉冉，这些不怪你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孩子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秦望前几年找我找疯了，等着放弃找我以后，他也知道夏清河和严毅有问题，甚至也想辞退夏清河。但幼宝知道这件事后，直接带着他们去国外生活。就因为夏清河和严毅，幼宝和秦望关系也不好。要是不能怪我，那这件事更加不能怪你。冉冉，你比任何人都不想离开我们的。敢让冉冉这么不开心，我要夏清河和严毅好看。谁？安胜。10年了，终于等到您再次出现，老大，欢迎回家。我回来了。这些都是谁做的？难道是那个女人做的？哼，不就是收买人心的小手段？我早不是3岁小孩了，不吃这套。脸上的妆居然已经被卸掉了。哼，没意义。他就是给我起牙膏。冉冉，你昨晚一宿都没怎么睡，往幼宝卧室跑了多少次？你今天就应该在家补觉。跑了再多次，也睡够8个小时了。你就是再和我闹，我也不会带你去买房的。为什么？你公司的事一大堆，天天黏着我。我这次回来就不会再离开，你乖乖去公司处理你的事。我知道你不想去，但是今天你和赵氏集团这顿饭跑不了。赵老当时……幼宝，你脸色这么差，
不会是感冒了吧？快点，妈妈摸摸。你别碰我，我没感冒。该死，他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药？好热！幼宝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一定得尽快告诉我。墨宝和幼宝是龙凤胎，娘胎里面幼宝就被墨宝抢走一部分营养，出生就容易生病。妈，我做好饭了，你快点吃呀。秦初墨，你嗓子里面是吃了几个蛤蟆？说话这么恶心。确实，这么大了都不会好好说话。妈妈，你看他们欺负人。不理他们，墨宝做的啥饭啊？妈妈都饿了。西红柿鸡蛋面，妈妈你尝尝好不好吃？你别看卖相不好，但是我保证能吃，真的。小时候江心软她妈妈就是这样给我做的。墨宝，别说了，妈妈现在就去吃，这给狗都不吃。秦初墨，你小时候是猪吗？爸爸给顾磊那么多钱照顾你，你就吃这个？妈妈不吃。幼宝你别……妈妈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做饭，你真的不吃吗？都别闹了，再不听话，都各自回屋。冉冉，我们出去吃饭吧，吃完陪我一起去见赵老。妈妈，你说好要陪我去买房子的，你不喜欢墨宝了吗？买房子？买什么房子？这房子当然是妈妈买给我的，而且妈妈说了135就会陪我。你给秦初墨买房子，却限制我的自由，我不会原谅你们。幼宝，妈妈也可以给你买房子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可是妈妈非要给，幼宝就和妈妈一起去吧。算了，能出去就好。出去她可以联系严毅和夏阿姨他们。不公平，果然在冉冉眼里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妈妈爱你。妈妈也爱你。幼宝，妈妈也爱你。满城哥，这里别看是学区别墅，那也是出名的豪华，阿姨对你真好。秦初墨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，秦初墨为什么不能来？一个赌徒的女儿，一个不被豪门所认可的儿子，你们都能来，那秦初墨更能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，真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再有弟弟妹妹。妈妈，不要啊！妈妈，我已经有2个妹妹，1个弟弟了，不能再有弟弟妹妹了。慌什么宝儿？安全措施做得那么到位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说起来，当年生了严宝和田宝，算了不说了，后面发生的事儿太多了。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你无非就是想母凭子贵，你倒是想母凭子贵，那为什么生了2个孩子，叶家都没让你进门？是你不想进吗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确实，那我能不能母凭子贵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谁让你作死吓唬墨宝和幼宝的？真以为给你几分颜色，还打算开染坊？妈妈，真鸡杂，秦大宝臭不要脸。秦初墨那眼神，难道他真把那个替身当妈妈了？妈，先办正事。你不用想着花秦先生的钱讨好秦初墨和秦有可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里还有最后一套房子，被你内定了。没错，别看你们现在提前进来，但是这房子我就是已经内定好了。何止是内定，后来静安的大堂经理直接把静安的房子送给石冉罗，目的就是希望石冉罗能帮他对付谁？施小姐，抱歉，路上堵车，
我迟到了。张经理，没关系，我们去看房吧。这边走。哎呀，真是麻烦你们3个人多跑一趟了。现在可以走了。静安作为 R 大的分公司，什么时候有了内定这个说法？这位小姐，你这是教我做事？如果我说是呢？真以为自己长得好看就攀不上有钱人就能当人上人？做梦，做梦！要是你能再说一个字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道歉，否则我报警了。在我的地盘还敢威胁我？来人，把他们赶出去！以后没有我的许许，不许放他们进来。张经理，只需要把他们赶出去就行，不要动手啊。虽然他们3个一直很冒犯你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还等什么呢？还不快点！说话这么狂，不知道10分钟后还能不能这么狂？老大，是你吗？你已经10年没有联系过我了。少说这些废话，10分钟内给我赶到静安分公司。我倒想知道 R 大什么时候有了内定这一说法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妈妈和 R 大的老板认识？你只是一个替身，你怎么可能会认识 R 大的领导层？说不准是虚张声势，故意给别人打电话来撑腰。你真以为自己长得年轻好看，我就不敢动粗？动手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小家伙毛都没长齐，装什么英雄呢？你他的身手这么好啊！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。你还看？下个打的就是你了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终于出现了！我还以为这辈子你都不想见我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江边，你不是小孩。江总，这儿大总裁江边江先生。江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难道是因为这个女人？你给我听清楚，她是阿大的创始人，更是阿大真正的老板。这怎么可能？R大已经成立这么多年，他才20多岁，怎么？20多岁怎么了？就是10岁。哦不，我家老大3岁就会投资，天才，知道吗？江边这句话吹嘘太大了，但投资2大的时候，我的确才19岁。说起来，这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20年前的事，那这么说他都39了？难道他真是我的妈妈？这不可能。那19岁就成立R大，而且还是宁安酒吧的老大啊！妈妈这么优秀，心里都有压力了。R大的创始人，来吧，咱们现在谈谈内定是怎么回事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倒大霉了。就这，哼！但凡我不是R大的老板，张自己能乖乖道歉，还打算把我的东西送给石露露的孩子，做梦呢！老大，你想要怎么收拾张思明？以及老板，都是石罗罗给我洗脑，说他儿子在这里上学，必须给他留下房子，否则他就让叶先生针对我们。是吗？所以你的内定是通过吓唬R大才得到的？那我现在就给叶思恒打个电话问一问，叶家是打算和R大作对是吧？真以为我不知道，叶家能给张世明想要的好处和项目，张世明才搞出这个所谓的内定。母亲，你别说谎，明明就是你巴结我，想让叶家给你项目。你胡说！我在 R 大上班好好的，要你项目干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清楚。石罗罗毕竟是叶盼蝶的女儿，多少是有点性格在身上的。更何况叶满城还是散打高手，也不知道大宝和叶满城谁更厉害点。什么？叶满城还是散打高手？这位女士，
对于今天的事儿，我感到非常抱歉。我替我母亲和你说声对不起。不愧是男女主的孩子，果然能屈能伸。我不要这套房子，行了吧？阿成，我们走。我允许你们走了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儿子不是道歉了吗？区一个道歉，就想坏了儿大的名声？真以为儿大是开染坊的？真以为是我年龄大了看不懂了？你身为儿大的员工，明知道儿大的规矩，却想着给人开后门，甚至还对别的项目感兴趣。既然这么不喜欢地产行业，你被开除了。你不能这样善良是吧？要不是你提醒我都忘了，违背儿大规则的人要出违约金10倍。你这边10倍的话，那是多少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啊！带他下去，要是他不还这笔钱，就等着走程序吧。妈妈简直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现在该好好说说你们的事了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就算我没嫁给叶家，我也是石家最受宠爱的女儿。所以呢，儿大随时能和叶家掰手腕，那对付石家也是顺手的事儿。况且你和石家再亲，也只是石家佣人的孩子吧？敢和幼宝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爹，就凭这句话，我也要收拾你。所以他现在大发正义，一部分也是想为我出头啊！我要当妈妈一辈子的好宝宝。别你了，你想要石家和叶家对付儿大，我随时奉陪到底。但是我敢保证，接下来你，包括叶满城和叶漫漫，再也买不到新房子。你不能这样，初墨，你劝劝这位姐姐，不就是内定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只要我开口，秦初墨一定会听的。刚才张诗明和石洛洛耀武扬威没见你说话，现在反倒慌了，是不是担心以后和叶满城好上了，自己住不了新房子？你这是在欺负秦初墨单纯。你这话太难听了，我才没有想过和叶同学交往。初墨，你们真的误会我了。幸好是同学，否则就凭你说，这不是大事，我已经大嘴巴子抽你了。我劝你最好去看看二手房吧，说不准时间晚了，你们连二手房都买不了。至于你和张诗明私自沟通这件事，我也会发出来的。送客。姐姐，快闭上嘴巴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你们还站着等什么呢？是。初墨，别告诉我你心疼江心暖了。虽然说墨宝已经知道江心暖的本性，也知道他们一家人是因为钱才靠近自己的，但是万一墨宝对江心暖心软呢？秦初墨，你说话啊！我说啥？我又不是看不出来，吃了这么多次亏，我当然知道江心暖他们不是好人。还有，我就不喜欢江心暖，我对他顶多有1、2分好感，但你要说多喜欢，我还是喜欢妈妈多一些。那就行，只要墨宝不犯傻就行了。墨宝，妈妈爱你。幼宝，妈妈也爱你。你还是别操心我了，你想想你自己，严毅明显有问题，你以后也得远离他。说你的事情，你又扯我身上干什么？你才要小心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我带你们去看房。我就说不要内定，按照流程预约的。别说这些了，你敢说张志明的内定的时候你不心动？秦初墨和秦佑可那么维护那个替身，难道石冉真的回来了？现在虽然对付不了那个替身，但有人能对付得了秦佑可。伯母，
我在静安看见秦秀可了，听说秦家把你们母子两个赶出来了，我寻思你们是有误会。既然有误会，就赶紧解释清楚。我说的对吧，妍意？你被石圆圆刁难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石圆圆不是刁难我，她是想刁难墨宝和幼宝。可石圆圆笃定你会为2个孩子出头。冉冉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幼宝和墨宝也是我的孩子，合同能有你们重要吗？那肯定是没有的，只不过石林洛和张思明勾结起来，在我地盘搞事，我要是不收拾他们，也太窝囊了。冉冉，需不需要我帮你对付叶家和石家？我要是说不用，你会听话吗？不会。如果换成别的我都可以听，但是这个不行。那不就行了？好好和赵老签合同，不用老是惦记我这边。另外，回家再收拾你监听我手机这件事。要知道，我可没告诉秦王我遇见石洛洛这件事，不用想也知道，秦王监听了我手机。我那是担心你。冉冉，你随时能监听我的手机。行啊，但是懂事的男人会主动让我监听的。冉冉说的对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带2个孩子签了合同就去吃饭。下午要是不累的话，你带我去公司参观也可以。冉冉，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但是你不许胡来。老大，想知道我为什么这10年没有音讯？果然，还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，老大。你的表情就已经出卖你了。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人这么低调，就连和秦先生结婚也没有公之于众。但10年前你为什么会突然无音讯，对不对？我的确很低调，但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10年前我确实出事了，但我现在站在这里，你愿意相信吗？信，老大说什么我都信。老大，你不知道我看见你的专属电话闪烁起来，我有多么激动。老大，你这次不要再消失了好不好？就当是我求你了。好，不过你可以放心一件事，我是真实的，你就当我10年前受了重伤，这10年一直在休养。老大，你说你休养可以的，10年前你被传出事后，不少人都在找你，尤其是秦先生那边，几乎和疯了一样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可是谁都找不到，你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一直到石洛洛找上凌晓女士和秦先生。老大，会不会你的死亡和石洛洛有关系？不会。虽然很不愿意承认，但石龙洛是这本书的女主，撞我的大卡车司机不知道是谁指使的，但的确不是石龙洛的手下。不是石婉婉，那么是谁？我也盯了石婉婉这么多年，但的确没查到哪里不对。墨宝、幼宝，你们看完房子啦？还满意吗？这次能回来，我的确要好好调查杀害我的人。但这些不用墨宝和幼宝插手，他们只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活一辈子就好。你们喜不喜欢这套房子？不喜欢我可以再换一套。没错，保证让你们满意。妈妈，我很喜欢这套房子。你真的要把这套房子送给我吗？没错。其实这套房子本身就是给你准备的，而且装修也是老大亲自交代的。妈妈，我喜欢，我超级喜欢。怎么办，妈妈？我好开心。这就是被母亲包围爱护的感觉吗？原来妈妈早就给我准备好了房子。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你肯定不是我妈妈，你如果是我妈妈，才不会重担大小姐，这话可不能瞎说啊！你的那套，老大早就在你自动满18岁的时候送给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在10年前，老大就提前给你准备好了房子，
就等你18岁直接继承。这是真的吗？这种事还不至于是假的。幼宝是我的小公主，哪有小公主的礼物是在小王子之后的？所以我没有被遗弃，我才是得到偏爱的那个。乖宝，你怎么哭了？是觉得房子太少，让妈妈再给你买几栋，一直买到你满意。幼宝没事的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妈妈都在，妈妈以后都不会离开你。妈，我也要抱。老大，真心祝贺你10年后回来了，我等这一天也好久好久了。别怕，以后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。瞧把小孩哭的，那现在就下去把房子合同签了，顺便让大小姐也看看房子。谁哭了？走，去签合同。妈妈，这个要从哪里签啊？你知道的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第1套房子。写吧。感受到妈咪满满的爱了。幼宝呢？幼宝怎么突然不见了？这个舔狗不会趁机去找夏清河和严毅了吧？调取监控，看看秦佑可去找谁了。按照原来的剧情，幼过宝在酒吧出事后，夏清河就撺掇幼宝偷护照逃去国外，还逼他偷秦万的合作文件。幼宝不愿意，就用自杀威胁。坏了！夏清河这次怕幼宝不配合，还给幼宝下药，让幼宝以为和严毅睡了。我的幼宝！什么？夏清河和严毅还打算再次玩这种下三滥招招？他们母子2个真是活腻了。老大，刚才是夏清河和严毅2个来了，大小姐和他们去附近的精品咖啡馆了。走，一会儿老大揍谁，你们就揍谁。合同已经签了，还让其他人和赵老吃饭了，马上就能见到冉冉了。开车去精密咖啡馆，冉冉不会带着2个孩子去咖啡馆吃饭，只能说孩子们出事了。是。夏阿姨，你和严毅这是被谁打了？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结果却被一个小小的替身这样对待。柚子，你一定会帮阿姨报仇的，对不对？夏阿姨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什么误会？你难道没看见我和我妈被打成什么样？看来是我想多了，所以你以前那句把我当成亲妈妈也是骗我的。不是的，夏阿姨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家人。柚子，你不要被那个女人蒙蔽了，她不只是撺掇着秦先生打我们，甚至还什么？甚至还让我妈把工资还回去，不然就让我们牢底坐穿。什么意思啊？柚子，我只是说你是我养大的，让他别觉得你没有妈就能欺负你。结果他居然让我吐出这么多年在秦家工作的报酬，连律师都找好了，甚至律师那边今天还发了律师函，要求1个星期必须算清楚，否则就让我和严毅住1辈子的牢。他怎么能这样？他能整成你母亲的样子，年龄又不大，肯定要生孩子的。等这个替身有了孩子，秦家还能容得下你吗？柚子，你别怕，不管以后秦先生怎么对你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只不过现在这个替身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，要不我们还是去国外生活吧。柚子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会和妈妈一起照顾好你的，就像这10年一样关爱。我知道了。
也许妍一是对的，这10年只有他们陪着自己，只有他们不会离开我。柚子，那阿姨可以再拜托你一件事吗？你别这样说，夏阿姨。这个替身嫉妒我能一直照顾你，这3000万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能不能偷走秦先生抽屉里面的文件，然后放在这个替身的包包里面？夏阿姨，你打算让我诬陷他？柚子，他顶着你妈妈那张脸一直照耀过世，你难道就心甘情愿看着吗？可是也不能这样啊。这有什么不能？难道你想看着我和我妈牢底坐穿？当然不是，但是我不会诬陷人，这3000万我会想办法拿出来的。不要喝，里面有东西。严毅，你他妈的敢算计我妹妹，你死定了！幼宝，你没受伤吧？你和秦初墨怎么？秦初墨，你敢打我儿子，你才是活腻了！夏阿姨，你别！谁？到底是谁还敢袭击史诗人？你怎么还活着？不对，你是那个替身。谁告诉你我是替身的？夏清河，你欺负我女儿这么惨，我回来收拾你了，开不开心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人死怎么可能会复生？你少在这里吓唬我！秦佑可，你是瞎了眼吗？你要眼睁睁看着秦初墨打死？你刚才说谁瞎了眼，又骂谁呢？来，再当着我的面说一次。他生气了。这10年我不在，你们骂了他们多少次？我要是不一笔笔还回来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这次还打算给右下药是吧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撺掇幼宝去偷秦梦的文件，诬陷我是吧？故意让幼宝陪你们一起出国是吧？甚至还拿走幼宝的银行卡。幼宝有时候在国外口渴了，连瓶水都喝不起。你们大鱼大肉吃喝着，真欺负我家孩子没有妈是吧？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些事？这些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啊。秦初墨同样听见了他妈妈的心事。是谁作死招惹我们老大生气？幼宝，你快点说话呀！你难道不打算管我们吗？老大，外面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乞丐，兄弟们觉得有问题，把他们抓进来了。完了！带进来。是。闭嘴！我让你闭嘴，你没听见吗？是。完了，柚子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和严毅怎么可能会这样对你？你想想我们这里多好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这个替身故意诬陷我和严毅，我以后还想让你当我儿媳妇呢，我怎么可能？口口声声说想让幼宝当你儿媳妇，背地里却处处算计，步步设套。夏清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柚子，你相信我，肯定是这个女人故意诬陷。闭嘴！我让你闭嘴，你没听见吗？我又没说错。是他出钱指使我们去伤害那个女孩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大少爷，你何必？不会放过你们母子两个，不会放过你们母子两个。其实墨宝和幼宝都挺关心对方的。按照一开始的剧情，墨宝在自己出事后，听说了幼宝被拐卖，也想尽力救幼宝回来。而幼宝被拐卖前，还在奔波救墨宝。只是两个孩子最终没见到对方，就带着遗憾痛苦离世。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
你怎么来了？别怕，冉冉，这里交给我解决。秦先生，这一切真的和我没关系。秦先生，你相信我，我从10年前就开始照顾幼宝，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幼宝？幼宝也是你能叫的，你再搔首弄姿，秦王也不可能看上你。秦先生，你看看他说的都是什么话？他甚至还让我把几十年的工作酬劳还回去，不然起诉我们。说完了，说完了。大少爷、大小姐，你们先和我出去。我不出去，我也是大人了，我不怕他。幼宝，你先和出没出去。江边电脑技术不错，这群乞丐和严毅肯定有金钱记录，你们3个先去调查，好不好？以严毅狡猾的性格，最终会用夏清河的银行卡取出1000块。不仅如此，还会把1000块扔在地上，任由乞丐去捡。这附近都是摄像头，江边能轻而易举找出来。如果让我查出资金来往记录，夏清河，你和严毅都得付出代价。我不是傻子。你不是喜欢严毅，我同意让你们交往。你同意有用吗？关键是我不同意。秦佑可喜不喜欢只是一念之间。夏清河，我自认这10年对你和严毅不薄，但是你们却这样算计我。我也许是喜欢过严毅的，但这群乞丐都是严毅找来的。上次在酒吧也差点因为严毅出事，我现在要去查这些监控，不只是为了收拾严毅和夏清河，我也想知道眼前这个食人到底是不是妈妈。夏清河留给我收拾。季先生，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，她故意整成夫人的样子，能有多善良？谁告诉你我是石冉的替身？谁告诉你我是石冉的替身？你不是石冉的替身，那你能是谁？石冉？什么？我是说，我就是石冉本人。秦先生，你听见他说什么没有？秦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真是石冉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刚才难道没听见秦出没喊我妈妈吗？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孩子，我能站在这里收拾你？不可能！你已经死了，我甚至还从石乐乐手机里见过我惨死的照片是吧？惨死。那时乐乐有没有告诉你，我后来又消失了？那时乐乐有没有告诉你，我后来又消失了？这本书的作者为了不让秦望找到我，才有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设定。现在这么看还挺好，为重新归来做了准备。你绝对不是石冉！如果这10年秦玉可被欺负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说的对，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，为他们讨回公道来。这10年欺负我女儿很痛快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就受不了。你以前不是还拿花瓶砸过我女儿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？这一切都是秦佑可自找的，谁让他想讨好我？你真是活孽！让秦佑可不撮合我和你在一起。要是我成为秦夫人，我怎么可能还会那样对秦佑可？秦佑可和秦出没一样，无非就是瞧不起我是乡下人。那我就给秦佑可洗脑，说我和严毅最爱他，他这辈子只能成为我儿子的舔狗。这一切都是秦佑可的报应。那笔钱是我从银行卡上划下来的，和严毅没关系。反正只要严毅说2句好话，秦佑可就能带走他，送到警局，还有他欺负幼宝的证据一并送上。这就是你欺负幼宝的下场。接下来但凡让你太好过，我出门都得遭雷劈。冉冉，你再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什么事？以后收拾人，不要再用自己生命发誓了。别怕，我的意思是夏清河和严毅一个也别想跑。那也不行，你答应我，不许再用自己的生死来起誓了。你别这样，我答应你还不好吗？只用嘴上表示吗？唉，虽然知道秦王是故意的，
但是看着秦望这副小媳妇的样子，好吧，还是心慌了。对，只用嘴上表。亲自己的媳妇儿就算狗了？好吧，那我愿意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能不能矜持点？好小子在这里等着我呢，你是真狗啊！秦望亲自己的媳妇儿就算狗了？好吧，那我愿意。慢点儿，我的小幼宝。秦幼宝这个讨厌鬼，这还是幼宝长大后第一次这样抱我，太让我这个老母亲感动了。小悠悠是妈咪的乖宝宝。妈，幼宝不哭，妈妈在。以后严毅和夏青瑜这样的坏人都留给妈妈解决。不会做的，是他就是妈妈。我知道幼宝看见了监控，知道严毅在背后搞了小动作，但我不会再给这群人伤害幼宝的机会。秦佑哥，对不起，妈妈，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你。我为什么那么傻那么蠢，居然会把妈妈当成替身？明明妈妈在见我的第一次就已经说出事实。没关系的，幼宝，你别哭，妈妈不会在意这些。其实能理解的，他们都等了老大10年。幼宝，爸爸也会和妈妈一起保护你的。妈妈，我也会帮你一起保护妹妹的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妈妈还在抱着我呢。妈妈，你看他们。凭什么只能你抱妈妈？我也要妈妈抱。你们已经抱了。为啥觉得被争抢的老大莫名很苦逼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幼宝、墨宝，这10年我错过了你们的成长，但是接下来每一天，妈妈都会陪着你们的。好。冉冉，那我呢？我也陪着你。唉，这个大醋坛子肯定又吃醋了，得哄，不然肯定和我闹。爸爸，你好小气啊！幼宝，你刚才不是还不认冉冉吗？怎么现在认下冉冉是你妈妈了？对啊，幼宝，你不是不信妈妈吗？幼宝一开始的确不认我，现在是怎么肯认下我这个老母亲了？其实在酒吧的时候，看见你收拾小混混的时候，我就怀疑了。你当时不是不信，还是信了几分的。然后刚才调查到严毅从夏清河银行卡取了1000块，故意扔在地上，任由那群乞丐捡走。妈，除了你，没有人会这么关心我。其实从看见监控那刻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从10年前回来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是个笨蛋，才会被他们欺骗，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幼宝，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是他们有问题，不是你的错。而且秦望和墨宝都很关心你。而且秦望以前就看夏清河不顺眼，一直想开除夏清河，所以夏清河给幼宝洗脑，再加上石落落煽风点火，幼宝才远离秦望。墨宝就不用说了，刚才为了替幼宝出头，恨不得和严毅同归于尽。这件事就没说的必要了吧？妈妈说的对，爸爸和墨宝都很关心我。你是我和冉冉的女儿，应该的。没大没小，你应该叫我哥哥。老大，接下来要怎么收拾严毅？幼宝，你想要怎么收拾严毅？严毅偷了我不少东西，我要他全部吐出来。而且他还欠了高利贷的钱。爸爸，你能让这群高利贷天天去找他吗？等他还钱之后，然后再把他送进警局，法律会公正的审判的。我不是圣母，以前是喜欢过严毅，但1次2次被暗算，还差点被羞辱，甚至到最后还会被夏清河卖到深山，沦为好孩子的工具。他绝对不会答应，也绝不会心软。可以，但是你接下来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
你从国外转学回来，接下来转到秦初墨的班里，不许让自己再受伤，能做到吗？秦望只是不清楚怎么和幼宝相处。其实秦望比幼宝他们想象之中还要喜欢他们。如果不是夏天河和严毅给幼宝一直洗脑，说秦望不喜欢他，再加上石洛告诉幼宝是因为秦望偏执我才会私奔，幼宝怎么可能会对秦燕心生芥蒂？所以事实并不是石洛洛他们说的那样。明明老子就是做慈善才被车撞死的，结果到石洛洛嘴里就变成和别人私奔了，甚至为了诬陷，居然还给老子找了个奸夫，我真是会谢。原来真相是这样的，石洛洛居然敢这样算计妈妈，这样算计我们。夏清河和严毅都解决了，但不表示接下来幼宝就没有危险和麻烦了。幼宝和墨宝在一个班级，兄妹之间确实能互相帮忙。我是秦佑可的哥哥，我支持秦佑可和我一个班级。墨宝好乖，那幼宝答应吗？妈妈愿意让我和大宝在一个班级吗？那肯定是想的。那我听妈咪的话。哼。哎呀哎呀，妈咪的小乖宝贝们。冉冉，你说我做的对不对？让幼宝和墨宝在一个班级，你也能少操点心。这么看，还是老公贴心吧。这个该死的臭爹爹又和我们争抢妈咪的关注度，真是可恶。老大，接下来需要我做点什么吗？幼宝、墨宝，你们能猜到夏清河和严毅是谁叫过来的吗？我和秦望肯定能猜到这件事，但也有必要引导一下两个孩子们。这么明显的事，还需要引导吗？为什么敌人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有人通风报信，是石洛洛联系的吧？肯定是石洛洛。严毅喜欢叶漫漫，石洛洛有严毅的电话也正常。幼宝的手机在我手里，严毅和夏清河就算想联系也联系不上，但是石洛洛可以。幼宝、墨宝，不要相信石洛洛，也不用再委屈自己去讨好自己以为很喜欢的人。因为你们的妈妈回来了，你们以前受到的委屈，我会一五一十全部清算清楚的。谁对我的崽子好，谁对我的崽子不好，我心里就和明镜一样，都等着吧。好。行了，今天到这里，幼宝和墨宝先回家休息，剩下的事交给我处理。知道了，那我带幼宝先回去。妈妈，你今天晚上会回家吗？回，妈妈保证，以后每天都会。冉冉，你今天说的那些话，关于幼宝，关于墨宝，关于我们的以后，我也是认真的。这10年欠你的，欠孩子们的，我会用剩下所有时间来补偿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先把幼宝转学手续办好。至于石洛洛，我再陪他慢慢算账。走，陪我去外面走走。有没有搞错？严毅居然敢不接电话，他又不打算亲自看着秦有可那小丫头辫子。妈妈，你觉得严毅和夏清河能成功吗？这有什么成功不了的？秦玉可是严毅的死忠粉，才不会防备严毅和夏清河。可是好了，这件事没什么可是，虽然没拿到房子，但我也不会让这个替身好过的。我要让秦玉可对付他，我不信秦王喜欢这个替身能超过自己的亲女儿。话虽是这样说，但严毅和夏清河真的能成功吗？今天是家庭聚餐，爸爸这个时候应该也回来了。看看能不能让你爸给你找到房子。石洛洛，你活腻了吧？父亲，又怎么了？
儿大正式和叶氏集团开战了。那个替身是怎么敢的？石姥姥，前几天秦王就已经出手打压叶氏，现在托你的福，儿大和秦氏集团发力，叶氏集团不管是总部还是分别项目，全都临时叫停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石洛洛，严毅和夏清河是不是你叫过去收拾秦修可的？你为什么知道这件事？你明知道那个替身一心一意为秦有可和秦出没撑腰，你居然还敢这么作死！江边说本来他们没打算和叶氏集团宣战，现在是因为你才走到这步。石洛洛，我们分手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爸，这件事也许是妈妈做错了，但她为了你生下一对儿女，所以呢，叶曼成，你且给我记住，只要我想，我随时能有新的儿女。我原本以为你是聪明孩子，没想到你这么不幸，居然在你妈妈身边任由你妈妈犯傻。哼，也许你奶奶是对的，基因真的很重要。我本来还想让你和叶漫漫早点回到叶家，现在看来这件事不急。爸，你听我解释。妈，你现在追上去只会激化矛盾，不如先让哥哥劝劝爸爸。而且，你可以找舅舅他们。叶漫漫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任务失败了，任由你爸爸打我？你和你妈妈有仇是吧？妈，我没有，我也想告诉你，但是你和爸爸几乎是前后脚，我根本来不及，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妈，先给舅舅打电话帮忙吧。叶氏集团这边真遇到大麻烦了，流动资金都是有限的，舅舅们那么宠妈妈，肯定会为妈妈撑腰的。小妹，你找三哥有什么事？三哥，秦王找了个冉冉的替身，结果是儿大的老板。我今天带着程程买房子，那个替身对小梦和小优炫耀，我实在忍不住说了几句，结果这刻他们居然针对叶氏集团。三哥怎么办？现在叶思丽和我发了好大的脾气，但我就是忍不下去。我已经抢走了冉冉的童年，我不能看着冉冉的孩子被欺负。小妹，你别哭，我会出手帮忙的。对了，明晚有个拍卖会，里面有不少好东西，我明晚接你和孩子们一起去。程程和曼曼回国，三哥还没有给他们送礼物，告诉他们不用给小舅舅省钱。再叫冉冉，冉冉也不行，该睡觉了。你以为你是墨宝和幼宝吗？我不吃这一套。所以他们卖萌你可以妥协，我卖萌你就不能妥协。果然我年龄大了，你不爱了。少来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冉冉，现在幼宝已经转到墨宝所在的班级，明天把他们送到学校，咱俩去约会吧。不行，你是不是忘记你的公司有多么忙了？可我们10年都没约会了。要不你明天陪我一起去公司，晚上我们去参加拍卖会，这场拍卖会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。行，那明天我陪你去公司，顺便晚上参加拍卖会。要不要叫上墨宝和幼宝一起去？不叫。施然女士，请你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，我才是你的丈夫。你最近为了孩子没少冷落我。好好好，我不冷落你，睡吧，我都困了。我看秦王这10年比过去还幼稚，老是和孩子们吃醋干什么？妈咪，
今晚梨花开拍卖会，妈咪，你今晚能陪我一起去吗？还有我，妈咪，我也想去。以前我参加拍卖会，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陪同，就我没有。不行，你们现在还是学生，应该以学习为主。秦初墨，你最近课程落下不少，幼宝也是刚转学回来，还有好多需要适应。妈妈，真的不可以吗？妈妈，我们只是想和你单独相处。乖宝们，今晚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妈咪就是爬也要带你们两个去拍卖会。别说去拍卖会，就是要天上的星星我也要满足。妈咪，谢谢你愿意满足我们，妈咪，我好爱你。我也爱你，妈咪。妈咪也爱你们。好了，吃饭，吃完饭我和你爸送你们去学校。妈咪，爸爸不会看你答应我们去拍卖会，所以生气了吧？妈咪，书上说了，女人一定要找情绪稳定的男人，但是爸爸也太不听话了。如果换成我一定不会舍得和你冷脸的。我也是，爸爸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好了好了，去学校，今天可不能迟到。墨宝，可恶的臭爹地！别生气了，反正他从来都这样，沉住气。女人最喜欢情绪稳重的人。你情绪稳定？难道不是吗？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儿。走吧，大小姐，没见过这么王婆卖瓜能自卖自夸的。听说秦佑可已经转到秦初墨所在的班级了，严毅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他不是喜欢你吗？曼曼，只要秦有可还喜欢严毅，那不管严毅曾经做过多么荒唐的事情，秦有可照样会原谅他的。你说的对，秦有可喜欢严毅这么多年，虽然严毅和夏清河算计了秦有可，但是以秦有可对严毅的喜欢程度，肯定还会原谅他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严毅居然敢不接我电话！也许是有事吧，你一会儿再给严毅打。快要上课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都是秦有可的错，如果不是那个替身和秦初墨赶过来，我和妈妈也不会出事的。我一定不会放过秦初墨和秦有可，还有那个替身的。我要这三个人都付出代价。又生气了？你昨晚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为了孩子们推了多少次和我的约会，就因为我不是你生的，可我也是你明媒正娶的亲老公。哎呀，怎么还哭了？那你要怎么哄我？你干什么？这小子不会是打算在车上乱来吧？四周围可都是秦氏上班的员工，谁不知道这辆汽车是他们老总的？冉冉想让我做什么吗？啥都没想。我知道你不开心，过2天我们去泡温泉行了吧？保证谁也不带。我不信你，万一你到时候又反悔呢？我说到做到，你别提前告诉孩子们不就行了？那泳衣我准备。行，你愿意准备多少就准备多少。都答应了还不放手，快放开！冉冉，冉冉，要不今天就别去公司了，你这样我难受。难受？难受还按着我的脸。冉冉，今天咱俩就回去休息吧。这要是换成别人看，秦望就像小狗狗祈求老人关注，但只有我知道，这哪是小狗狗，这是别有用心的大尾巴狼。回家和秦望单独相处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。秦望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冉冉，叫什么都不行，叫破天都不行。冉冉果然最了解我。算了，来日方长。10年了，怎么
总裁连个女明星的边都没沾过，今天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。快看快看，总裁那表情！我在这干了3年，头一回见他嘴角是往上翘的。一群没眼力的人，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怕的眼神？冉冉，怎么了？这10年你挺受欢迎啊。你吃醋了，难得。我要承认吃醋，秦王尾巴还不翘到天上，但这次我就是吃醋了。现在秦家没出事，秦王虽然有4个孩子，但有颜值、有身材、有手段，多的是人惦记。要不开除？那这次多往你身边放点帅哥？那不行。虽然听不懂总裁和他说什么，但感觉总裁好宠他。怪不得总裁看不上公司的员工，甚至连程秘书也看不到眼里。我说句公道话，人家真赢了。就他这样，能有多少真水平？无非就是玩玩而已。都散了，背后嚼舌根也不怕总裁收拾你们。我才不相信总裁会喜欢这种女人，怎么能和我程薇比较？只有我程薇才能配得上秦望。我可是秦望唯一的女性秘书，有什么傲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程薇是泰氏集团的老板娘，嫉妒人家长得好看呗。程薇敢说不想长成这个样，是因为不喜欢吗？总裁可不是什么玩咖，这么多年一直洁身自好，项目就直说。不过接下来可有好戏看。这摆设居然和10年前一模一样。看来这10年秦望是不敢承认我没了，一直维持我生前的习惯。冉冉，我等了你10年，哪怕被石林落误导你和别人私奔，但我始终觉得你会回来的。也只有盼着你回来，我才能从这煎熬的日子里面活下来。你的直觉是对的，所以我回来了。秦望放不下我，我也放不下他和孩子们，所以再次回来了。冉冉，秦望，你别太过。你离开我10年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继续补偿我？冉冉，你说想念我，我也想拥有这份想念，可以吗？总裁，今天的黑咖啡会有些甜。虽然我是故意气程薇的，但没想到秦城会有这样的反应。本来以为秦望对谁都是冷淡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在拥抱着别人。冉冉，总裁，今天还有不少业务需要汇报，您出去，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你被开除了。总裁，非常抱歉，我不是故意不敲门，您别生气，我马上出去。冉冉，碍事的人已经滚了，我们可以继续了。谁和你继续？秦望，他是你的秘书吧？结果不敲门就敢进来，他喜欢你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程薇是因为秦望才加入秦氏集团，也是秦望这10年来唯一的女性秘书。按照后面的剧情，后期秦望追石洛洛没追上，差点就和他在一起了。我不喜欢程薇，冉冉，我只喜欢你。不管是石洛洛还是程薇，都和我没有关系。程薇说是你的学妹，我才同意让她进公司的。而且她的小姨是田宝的绘画老师。说起这个我就更生气了。程薇的小姨因为嫉妒田宝的天分，没少让其他同学孤立田宝。偏偏程薇小姨嘴甜心恨，把田宝哄得团团转。田宝都不知道程薇小姨才是罪魁祸首。好不容易田宝转学了，结果又碰上一起学画的同学。幸好田宝参加绘画比赛不用被欺负。等他回来，我要亲自教他拳击。敢欺负我的女儿，我要让田宝统统还回去。其实秦望也怀疑过程薇小姨不对劲，但田宝却不许秦望说程薇小姨坏话，还让程薇进入公司。虽然知道程薇能进入秦氏集团和田宝有关系，但一想到程薇差点和秦望在一起，我就生气。冉冉，我会开除程薇的，也会狠狠严惩程薇的小姨。你真的不喜欢程薇？冉冉，你这是质疑你自己的魅力，还是怀疑我的眼光？冉冉，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，除了你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任何人。我宁愿死也不能接受我的心不在你的身上。那个剧情是假的，我怎么可能会爱上其他人？我知道了。我当时看这段剧情的时候，也怀疑秦望是不是被夺舍了。也许是作者强行让秦望爱上石洛洛这个女主，这才能拉动故事剧情发展，让叶思丽产生危机感，更加珍惜石洛洛。所以在这个作者眼里，只有自己的女主和男主有思想、有灵魂高度，别的配角都是工具人。不，准确来说，满足的只有作者的恶趣味。我迟早会找到这个作者的，都得让这个作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冉冉，我现在就开除程薇。应该的，他心思都歪了，留在身边也没什么意思。至于田宝那边，我会慢慢纠正的。冉冉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打算要离开公司吧？从以前就是这样，
只要我招惹你生气，你就会马上离开。去上厕所，女人的事情你少管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招摇过市圈地盘，让别人知道现在的秦望有主了，免得其他人继续盯着秦望。需要陪你一起去吗？你有病吧？跟我上女厕所。开除程威。程威平时多么狂，不知情还以为她是老板娘呢。那可不，结果总裁今天带着那么好看的女孩子来公司。说完了没有？这么爱嚼舌根，来秦氏上班干什么？程秘书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最好不是这个意思，否则别怪我让总裁开除你们。别看总裁今天带着女人来公司，那只是玩玩而已。而且我们最近真闹矛盾，你和秦望最近真闹矛盾，我怎么不清楚这件事？我和总裁的事还需要告诉你？当然，我们两个这几天刚刚领证结婚，你就说他联系你，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联系你的。还是你在这里吹牛，大放厥词，觊觎别人的老公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总裁怎么可能会和你领证？证件就在秦王办公室，要不我带你去看看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我不相信总裁会看上你，肯定是你胡说八道，毁掉他的脸，让他再也不能勾引秦王。你居然敢反击！反击怎么了？揍你还需要商量吗？总裁，冉冉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打我！瞧瞧这羞俏，多么拙劣的演技，还打算算我！冉冉，你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不用看了。不行，总裁，您不要生气，我相信他是不小心推倒我的，就因为我反驳他说您的妻子。谁需要你反驳这件事？她本来就是我的妻子。总裁，您说什么？妻子？这怎么可能？程威，你知道诬陷我的妻子会有什么下场吗？你说我刚才不小心推到你，所以对你动手了？没错，你就是对我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真想让我对你动手吗？总裁，你没事吧？唐宁，你就是这么办事的，要不你也离职吧。程威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马上请你离开公司，居然敢找总裁和夫人麻烦！你说什么？总裁，您怎么能开除我呢？您忘记我小姨是田宝的。放心，你小姨也跑不了。但凡让我查出是谁引导其他孩子欺负我女儿，就等着被起诉吧。不管是程威还是程威小姨，都得付出代价。总裁您不要这样！你干嘛？我得看看你有没有受暗伤。冉冉，你别闹。你别闹才对，你是忘记我的身手了。别来这套，本来就没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卫生间和别人打起来了？你不会是监视我了吧？你让我检查有没有受伤，我就告诉你。冉冉，要是你没受伤，让我看看怎么了，这样我也放心。还是说你受伤了才不愿意让我检查？激将法是吧？我3岁就不吃这套了。冉冉，你检查吧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要查田宝被欺负的事吗？冉冉放心吧，我已经调查了。小姨，你赶紧去找秦思田帮忙，秦氏我甚至要调查撤出我们。说什么？我马上去找秦思田帮忙，但他一般白天拿不到手机，你先别慌。妈妈，哎，乖宝，乖宝坐。好啊，死丫头在这里等着他呢。妈妈，我也想挨着你。不许，妈妈要和我坐在一起。你说了不算。
妈妈，我今天上课上了一天，好累啊！妈妈，我今天转学过来，有好多同学都不喜欢我，我好难过。别听他胡说，秦佑可今天一来就有女同学找上门当朋友。妈，秦出没后面几节课都睡觉了。我勒个，两个孩子不会打起来吧？妈妈，你选谁？你坐副驾驶，这样两个孩子就能挨着我坐。秦出没、秦佑可，再弄，你们两个都不用去拍卖会。去拍卖会路上你挨着妈妈，回家时候我挨着妈妈。好，没办法，爹地太强硬了，惹不起。妈妈，乖宝，妈妈在。世子之争向来残酷无情，等着吧，回去的时候他也要和妈妈撒娇娇。冉冉还不许我跟孩子们争宠，但是墨宝和幼宝哪个不比我过分？冉冉的心思都没放在我身上，这要是不争宠，这两个逆子能翻天！该死，得想个办法单独带冉冉出门，不许他们跟上去。秦先生居然来了，甚至还带着女伴，不只是女伴，就连秦少和秦小姐也来了。瞅瞅这4个人的颜值，这是豪门吗？这是世界超模吧？一个比一个长得权威，但是秦少和秦小姐居然能答应父亲带着女伴出席。别说他们能答应，秦先生从秦夫人去世以后就很少出席这种场合，更别说女伴。看来这个女伴很有2把刷子。妈妈，你不用介意他们说的话。放心，我不会介意的。冉冉，我们找个位置坐下吧。我已经看到是谁说冉冉有手段了，等着拍卖结束，我就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杀鸡儆百。秦望，你是故意找了一个像石冉的替身恶心石冉，你就不怕石冉知道这件事从地下杀回来？替身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哟，13这个冤大头来了。谁？是谁在我耳边说话？还看？不看剧情我都不知道，原来在我被送到石家的时候，石洛洛害怕石家不要他，居然勾引石爵，毕竟他和石爵有没有血缘关系？不会错，绝对是这个替身的声音。但是这个替身明明没张嘴，我为什么能听见他心里想什么？还有他怎么知道这件事？石爵肯定是宁死不从，他拿石洛洛当妹妹，但是石洛洛呢？石洛洛直接偷走石爵一切的设计稿，设计天才就此陨落。13就不好奇，他为什么谈个女朋友都崩了吗？好神奇啊！为什么？因为石姥姥不许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让助理勾引石爵，甚至给石爵下药，导致石爵得了难以启齿的病，本来就郁郁寡欢，结果呢，还被诬陷抄袭，甚至到最后脏病又被曝光，最终吞药自杀。撒娇的结局竟然是这样的！